Briefing 1。在遥远的630年，东罗马帝国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其深远的意义穿越了时空。皇帝希拉克略，这位智慧与勇气的化身，带领着他的军队走过沙漠与山谷，终于夺回了被敌人掠走多年的神圣遗物真十字架。他踏入了耶路撒冷，那座曾经因战火而破碎的城市，人群在他的脚步中汇聚成海洋，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和希望。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放回圣母教堂，仿佛是在平息这片土地的疼痛，也是在告诉世界，东罗马帝国的辉煌不会被轻易抹去。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不仅巩固了希拉克略的统治，还提升了基督教在中东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能从教堂的钟声中听见那段辉煌岁月的回音。Briefing 2。1556年，在宗教改革的风暴中，一位名叫汤马斯·克兰默的大主教成为了这场冲突的焦点。他曾是英国圣公宗的灵魂，推动了一系列宗教革新。然而，这位曾经的宗教权威，在政治和信仰的纷争中被贴上了异端的标签。在牛津，人们聚集目睹这位大主教的最后时刻，火焰在他周围升腾，而他则大声宣扬自己的信念，直到被烈火吞噬。克兰默的死成为了英国宗教历史上一道刻骨铭心的疤痕。这一刹那不仅是对克兰默个人信仰的考验，也是整个国家宗教信念的洗礼。他的殉道对未来的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宗教宽容与法律保护的倡导者。他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世界各地追求信仰自由的人们。Briefing 4。在1921年，苏联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长期的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破坏，国家的经济几近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采取了一项大胆的策略——新经济政策 NEP。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用食物税替换了先前的余粮收集政策，为农民提供了留存和出售自己产品的自由。此举立即缓解了人民的紧张情绪，农村开始恢复生产，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活动重新兴盛。这个政策虽然是一次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妥协， NEP 成为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历史节点，被后来者视为早期苏联实验性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性例证。Briefing 4。1922年，阿塞拜疆这颗高加索地区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开启了新的篇章。曾经独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未能抵御住来自北方的苏维埃红潮，苏联的大军横扫了抵抗，将阿塞拜疆纳入了其庞大的版图之中。这一年标志着苏联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扩张，同时也为阿塞拜疆的未来定下了新的轨迹。苏联体制下，阿塞拜疆经历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其石油资源为苏联的工业增长提供了宝贵的燃料。尽管并吞阿塞拜疆在当时看似只是苏联版图扩张的一环，但它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并吞行动为阿塞拜疆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众多的伏笔，它的回声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塞拜疆独立过程中依然可闻。Briefing 5。1963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 Alcatraz Island 见证了其监狱运营的终章。这座名为恶魔岛的联邦监狱，因其严酷的条件、著名的囚犯以及被认为无法逃脱的地理位置而闻。然而，由于高昂的维护成本，不再符合现代监狱标准，加之结构的老化，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关闭这个岛上的监狱设施。Alcatraz 的关闭不仅标志着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个时代的结束，还象征着对改善囚犯生活条件和监狱改革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曾经让许多犯人绝望的岛屿转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探索其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景观，使它成为了美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符号。Briefing 6。1986年，中国政府宣布暂停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决策。这一举措显示了中国对全球核裁军努力的支持，以及对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的考虑。此决定不仅标志着中国核政策的转变，
也为其他核武器国家树立了榜样，对减少核武器扩散和推进全球核武器管控具有重要意义。该宣布在冷战期间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核武器竞赛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的决定被视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的积极步骤，增加了对更广泛的核试验禁止议题的讨论和关注。Briefing 7 2006年，一个将改变社交媒体格局的平台诞生了 Twitter。这个以简洁的140字符消息著称的社交网络平台在这一年上线，并迅速发布了其创始人之一 Jack Dorsey 的第一条推文，宣告了 Twitter 的正式到来。这条象征性的推文标志着信息传播方式的一大飞跃，开启了实时、简洁交流的新纪元。Twitter 的推出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及时分享，也为公众人物、政治家、名人和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平台。它成为了热点新闻、社会运动和日常对话的集散地，对社会动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iefing 8 2013年，欧洲空间局 ESA 发布了由普朗克卫星 Planck Satellite 绘制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的详细图像。这幅图像揭示了宇宙早期的温度波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宇宙大爆炸之后初期状态的窗口。普朗克卫星的数据表明，宇宙实际上比之前估计的要年老，大约为138亿年。这项发现是对宇宙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不仅提供了对宇宙最早期条件的深入了解，也对宇宙的膨胀速率、组成以及演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数据。普朗克卫星的研究结果为理解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和暗物质、暗能量的性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Briefing 9 2019年，中国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一家化工厂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至少47人死亡、90人重伤以及600余人轻伤。这起爆炸不仅震惊了中国，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事故发生后，救援队伍迅速响应，展开了紧急救援和搜救行动。这起事故凸显了工业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化工行业。爆炸事故的发生引发了公众对于化工企业安全标准、监管不力以及急需改善的应急响应机制的广泛关注。事故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化工行业的安全检查，关闭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工厂，并加大了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旨在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Today's topic 当天空成为悲剧的舞台，安静的云彩下隐藏着无声的哀伤。2022年，一则惊心动魄的消息在清澈的天空下划出了阴影。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突然坠毁，机上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撕裂了132个家庭的平静，也在中国民航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蓝天如洗，乘客们带着各自的希望和梦想登机，没想到却是与世界的最后告别。这场空难不仅成为中国死亡人数第3高的航空事故，更是自2010年伊春空难之后，打破了中国民航业持续12年的安全飞行记录。周围的山林在那一刻成了悼念的场所，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人们开始追问，安全的天空为何突然变得脆弱？而这一悲剧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什么？让我们走进这场悲剧，感受那个早晨的氛围，探寻失事的真相。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场悲剧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每一个细节都像是重重的锤击，敲打着人们的心。调查组发现，飞机的坠落似乎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个发现让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同时，是否有些安全的角落被我们忽视了？社会各界的反响强烈，民航部门开始严格审视每一架起飞的飞机，每一个航班的安全检查都变得更加严格。中国民航局更是提出了新的监管措施，承诺要用最严的标准来确保每一次飞行的安全。这场空难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民航安全管理的短板。
也促使整个行业开始自我革新，重建公众的信心。与此同时，这场事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的航空监管机构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安全标准，航空公司也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了飞行安全的合作与交流。这一连串的行动，都是为了让天空回归它应有的安宁和纯净。在人们的记忆中，东方航空5735号的事故不仅是一次深刻的悲痛，更是对生命脆弱性的一次沉痛提醒。悲剧的发生让无数人悲痛欲绝，但也激发了人们对生命更深的珍惜。空难之后，人们开始更加珍视与家人的每一刻相处，更加注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告别是否就是永别。虽然失去的生命无法回来，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以防止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让我们以这次空难为鉴，共同守护我们的蓝天，让安全飞行成为永远的旋律。这或许是对失去生命最好的纪念。Historical meaning。 东方航空5735号的悲剧不仅是中国民航史上一次沉重的打击，更是全球航空业的一次警钟。这场灾难凸显了在现代化进程和航空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安全监管体系的脆弱性和挑战。它提醒着行业内外的每一个人，安全永远是航空业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忽视。在历史的长河中，东方航空5735号空难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民航局以及全球航空监管机构加强安全监管，更新安全规范，也促使航空公司加大对飞行员培训和航空器材维护的投入。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大幅提升了全球航空的安全水平，使得民航旅行更加安全可靠。同时，东方航空5735号的事故也引发了公众对于航空安全意识的提升，促使民众更加关注航班的安全信息，并推动了科技在航空安全领域的应用，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预防潜在风险，加强飞行模拟训练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飞行的安全性。在国际层面，这一事件也加强了国际航空组织间的合作，为全球航空安全标准的统一和提升奠定了基础。东方航空5735号空难成为了一个悲痛的历史节点，但也是航空安全进入新阶段的起点。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通过这样的失事教训，不断激励和推动着全人类在航空安全领域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写在最后，我在 Google 搜到的消息如下：2022年5月17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悉美方初步调查结果的人士报道称，美国官员基于飞行数据记录仪对事故原因做出的初步评估显示，驾驶舱内有人输入了导致飞机致命性俯冲的指令，可能是机师问题，或有人闯入驾驶舱。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引用民航局网站的信息如下：关于321东航目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初步报告的情况通报。经调查，当班飞行机组、客舱机组和维修放行人员资质符合要求，事故航空器适航证件有效，飞机最近一次 A-31，A 及最近一次 C-3，C 未超出维修方案规定的检查时限。当天航前和短停放行无故障报告，无故障保留。机上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物。此次飞行涉及的航路沿途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未见异常，无危险天气预报。在偏离巡航高度前，机组与空管部门的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最后一次正常陆空通话的时间为14点16分。机上2部记录器由于撞击严重受损，数据修复及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